当你的内容违反了 YouTube 的版权规定，那么你的内容就会收到 YouTube 的版权声明或是版权警告的惩罚。这两种惩罚有什么区别？哪一种惩罚更加严重？今天这期影片内容是大家一直关心的，并且一直充满疑惑的。这期影片会告诉你这两种惩罚是如何定义的，有什么区别，并且你如何避免这两种惩罚。Hello， 大家好，我欢迎回到朋友是 Grayson。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络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欢迎订阅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在底下描述栏也能够找到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版权声明和版权警告是如何定义的。版权声明其实就是 Content ID 的声明。Content ID 就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全自动的数字版权管理的工具，它会扫描所有的影片。如果它发现有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了他人的影片片段、使用他人的图像、音频等等，就会通知版权的所有人。在收到版权声明后，它不会对你的频道带来不利影响。版权声明只会影响到你的影片，不会影响到你整个频道。原创者可以得到影片获得广告收入，并且原创者有权利在影片里面加入广告。原创者还有权利禁止你的影片出现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原创者也有可能不会做出任何的举措，但是你还是无法得到这部影片的收入。最后一点就是，版权声明其实是版权法的一部分 ，YouTube 有权利实施法律的手段。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版权警告。当有创作者上传了他们不拥有版权的内容，这样他们就会收到版权警告。版权的所有者能够有权利让这部影片从 YouTube 里面删除，这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这部影片都是被屏蔽的，并且无法开启广告的功能。在收到版权警告后，版权警告会对整个频道造成不利的影响。原创者有权利移除你的影片，收到版权警告的内容无法开通获利。如果是你直播内容收到警告，那么就无法开启直播的功能。在当你收到3次版权警告后，你的频道就会被关闭，并且你的这个谷歌账户无法创建另一个 YouTube 频道。最后一点就是，版权警告会在3个月之后过期。YouTube 有明确的说到，创作者只能够上传他们制作的，或是他们被授权使用的影片，不应该上传自己没有制作的内容，或者是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他的内容。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版权声明还有版权警告它们具体的细节。YouTube 的版权侵权检测非常复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他们使用 Content ID 来进行检测，他们会扫描每一部影片，并且通知原创者他们的作品可能被复制的部分。原创者可以根据这个影片是否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来提出索赔，而不是直接提出版权删除的要求。如果你发现有人在使用的内容，但是 YouTube 没有检测出来，你可以手动的提交你的申请。一般情况下 ，Content ID 的声明是针对影片剪辑、音频，还有其他有资格在自由媒体，并且在 YouTube 上无法发布的内容。如果创作者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了一些电视、电影的片段，或是官方音乐的片段，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被起诉。版权所有者可以完全控制 Content ID 的政策，一些创作者还有媒体出版商总是会阻止一些内容发布在 YouTube 上面，例如一些电视的片段、一些音乐的片段，还有一些网站会允许上传者继续保持他的内容在他的频道里面出现，但前提就是他有资格收回所有的广告收入或是部分的广告收入。相信大家看了这么多信息之后，可能会难以理解、难以消化，所以这里我来做个总结。Content ID 的声明会附加一些盈利、追踪还有公开限制的规则。对于公开限制，原创者有权利要求他的影片只能够出现在一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并且他们有权利做出以下的操作。第一点就是，它可以阻止整部影片在 YouTube 上被观看。第二点就是在影片里面加入广告，并且和上传者分享广告收入。第三点就是版权的所有者能够得到广告中里面所有的收入，上传者可以继续保留影片，但是他们不会从这部影片里面得到任何收入。第四点就是版权的所有者可以观察影片的表现，再决定后期的操作。也就是说，如果这部影片突然表现非常好，获得很多广告收入，那么这个时候原创者就能够决定他要收回所有的广告收入。如果你的影片收到版权声明，那么你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你收到版权声明的时候，你有权利提出申诉。一旦你提出申诉，版权所有者就会有30天的时间来回应这个申诉。他们一般会有以下的操作：如果他们找到了证据，证明上传者确实拥有使用这些资源的许可，那么他们就会撤销版权声明。第二种操作就是，他们可以拒绝你的申诉，坚持自己的主张，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仍然有一个强有力和有效的理由。第三个操作就是，他会提交版权删除的请求，就是把这部影片从 YouTube 上面删除，这其实就变成了版权的警告。
第4个操作就是他们决定不回应，让这个要求过期。当你进行了申诉之后，所有影片的观看限制都会被解除，并且这部影片能够开始获得广告收入。不过这个收入会先保存在一个中立账户，只会告诉赢得申诉的一方。如果版权的所有者在30天内没有给出回应，那么在30天之后，这个版权声明就会自动解除。如果版权所有者拒绝这个申诉，那么版权声明又会再次恢复，上传者可以再次提出申诉。同样的，版权的所有者有30天来给出回应。与此同时，广告收入会存放在中立账户，并且观看限制都会被取消。在申诉的这个阶段，版权的所有者可以提出他们要求，他们可以要求撤下这部影片，或者选择延迟撤下。如果版权的所有者选择延迟撤下，那么上传者就会自动得到通知，他们有7天的时间取消这个申诉，否则这部影片就会自动下架，从YouTube上面永久的消失。版权警告是更加严重的版权问题。如果上传者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上传了他人的图像、音频还有影片片段，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版权警告的惩罚。版权警告是手动发出的，当版权的所有者提出 DMCA 删除请求时，就会被激活。版权的所有者必须向 YouTube 提供撤下的具体信息，这个就包括版权所有人的联系信息、对版权所有者想要保护的材料的详细描述、一份有诚意的宣声明，证明该内容未经明确许可的情况下被使用。当版权的所有者提出撤下内容的要求之后，那么 YouTube 就会从这个频道里面删除这部影片，这个上传者就会得到通知，他们可以选择申诉或者接受这个通知。当你得到第1次版权警告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你频道收到了第1次版权警告，那么 YouTube 就会开始认为你这个频道在失去良好的信誉。第1次版权警告可能会对你的频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例如说你无法直播，并且停止你的广告盈利。不过 YouTube 也会在这个阶段给创作者一次机会，只要他们能够完成 YouTube 版权学校的课程，那么这个版权警告就会在90天后自动消失。如果你的频道收到了第2次版权警告，那么这一次又会发生什么？这个时候严重程度就会上升。如果你的频道在第1次版权警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收到了第2次版权警告，那么你就需要再等额外的90天，这个第2次版权警告才能够解除。同时，你的频道还是会被视为正在失去信誉的频道。如果你的频道在2次版权警告都还没有结束之前，又收到了第3次版权警告，那么这个时候 YouTube 就会自动终止你的账户，删除你所有的影片，并且你无法再创建另外一个频道。在一些情况下，这个事情还会更糟，你可能会面临一些法律的事务，你未经使用的媒体可能会把你告上法庭。如果你输了官司，可能需要支付大量的法律费用，还有一大笔的罚金。相信看到这里，大家已经非常重视 YouTube 版权的问题了。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频道已经收到过版权声明或者是版权警告的惩罚，但是他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频道去开通获利。那么如果收到了版权的惩罚，会对申请加入获利有影响吗？这肯定会影响到你申请加入的过程，但是你还是有机会成功申请加入。如果你的申请被拒了，YouTube 也会告诉你具体原因是什么，所以你也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你收到版权问题才会被拒。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的频道想要开通获利，你就必须要遵守 YouTube 的服务条款、版权政策、社区规定，还有谷歌的广告政策。所以当你频道里面收到过版权声明还有版权警告的惩罚，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你不遵守以上提到原则，这也会是 YouTube 的工作人员决定是否接受你申请的关键。所以还是要让大家知道，尽量避免版权的问题，使用自己原创的素材才是最保险的。大部分人都会因为使用了未经授权的音乐还有影片的素材而被判定侵权，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看我这2部影片，你们会告诉你如何获得无版权音乐还有影片素材。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